别人荒野求生都是3天饿9顿，而德爷却有吃不完的荒野美味。不仅刚开局就捡到几颗野生大椰子，甚至还发现了一堆整齐排列的海胆，吃着软糯 Q 弹肉嘟嘟的野生鼻涕虫，嚼着嘎嘣脆海鲜味的水煮寄居蟹，临了还喝上了营养爆表的燕窝减脂汤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海岛度假的。位于东南亚的菲律宾，由7000多座岛屿组成，其西北部的科隆岛人迹罕至。德爷9块9包下一艘核动力快艇，在乌木威尔维恩耶尔土温威乌恩木本欧查斯的带领下，驶过一片狭小的海湾后，成功抵达目的地。随着船只的引擎声渐行渐远，本期挑战正式开始。只见沙滩四周被陡峭的悬崖包围，可活动的范围甚至还没有一个篮球场大。所携带的装备除了几台摄影机和一个紧急医疗包外，身上就只穿了一条小裤衩，甚至脑门上连头发都不带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德爷要在这里苟延残喘。而众所周知，荒岛生存最重要的是水资源，可放眼望去，周围竟比德爷的头发还要荒凉。不过好在他在沙滩上捡到了几个椰子，能暂时为他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海岸边还散布着不少海洋垃圾，这对于求生者来说无异于宝藏。德爷把以后能用到的物资分类收集好，随后朝着内陆探索，打算好好探索一下自己脚下的1亩3分地。没走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一棵木瓜树和一些能建造庇护所的竹子，可唯独就是没有找到淡水。好在眼下正值旱季，他不用为庇护所的问题发愁。他在地面上铺上一层棕榈叶，一张荒野席梦思就做好了，躺在上面别提有多舒适了。转眼时间来到第2天，早上醒来的德爷毫无精神可言，一整晚他都没有睡好，而且他还感觉有些头疼加恶心。检查后发现，经常跪键盘的大腿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炎了。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，德爷只好打开急救包，吃了2颗抗生素，随后找了一个阴凉地短暂歇息。渴了就砸颗椰子解解渴，要是椰子喝完后情况还不见好转的话，那么本期挑战就只能提前终止了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第3天，今天德爷的情况好转了不少，大腿的症状也开始慢慢消退。为了让身体更快的恢复，德爷计划出门找些吃的，来到之前发现的木瓜树旁边，摘下一个送进嘴里，只听咬下去的瞬间发出清脆的声响，闻起来还有股洗洁的味道。毫无疑问，这些木瓜完全没熟。不甘心的他又试了试，结果不出2秒半就吐也吐不赢。于是德爷只好改变策略，打算趁着自己还有些体力，先把火升起来。返回途中，在沙滩上捡到一颗铁钉，这让德爷瞬间有了生火的主意。只见他把铁钉放进玻璃瓶里，接着有规律的抖动瓶身，这样铁钉就会和瓶底相互碰撞。没一会儿，他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玻璃片。接着利用瓶底当放大镜，依靠大学里学到的小学知识，将其摆在太阳底下，把日光聚集起来，高温没一会就将底下的火龙点燃。看着那簇跳动的橙色火焰，他高兴得像个20多岁的大爷。来到日落黄昏的退潮期，德爷提着购物车到海边觅食，不一会的功夫，他就捡到了一堆海螺和4只螃蟹。可是光有食物没有烹饪工具也不行，沿着沙滩四处寻找，很快便发现一个洁白无瑕的小铁罐，拿来当煮饭锅再合适不过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铁罐也是老有。回到营地，将食材处理干净后，一股脑全丢进锅里煮沸。没一会儿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水煮螃蟹就能吃了，吃起来嘎嘣脆，海鲜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十倍，体内有了蛋白质的补充，这让德爷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转眼时间来到第4天，外出探索的德爷发现了一张破渔网，这玩意可是个好东西，不仅可以用来捕鱼，还能加工吊床。先打包带回营地留作备用，接着顺着一条狭长的缝隙往里走，步行数10步，豁然开朗。德爷发出一阵不可思议的 Oh my god！ 只见前方出现一座隐蔽的蟹湖，从高空俯视，蔚蓝的海水宛如大海中的明珠。不仅如此，德爷还在浅水区看到一大片海胆，每一个都是个大饱满，生龙活虎。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，用石头打掉外面的尖刺，露出里面黄色的可食用部位，用手指挖了一点送进嘴里，吃起来口感鲜中带甜，富含各种营养成分，不是牛肉所能比拟的。吃完海鲜大餐，德爷看到蟹湖对岸有片红树林沼泽，植被看起来相对茂密，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残存的淡水。于是德爷转身返回营地，准备制作一艘筏子过去，收集来一些又粗又细的竹子，没有切割工具，就用火将它们烧成需要的长度，放在地上摆成一个三角形，中间用渔网进行编制，再绑上一些塑料瓶增加浮力，如此一艘沃德筏就大功告成了。随后他推着竹筏下水，经过10几分钟的狗刨，也是成功抵达了对岸。正当他幻想着不用为淡水发愁时，结果等他走进丛林后，发现这里的地面又干又硬，丝毫没有淡水的痕迹。不死心的他继续往深处探索，可不出意外的话没有意外，放眼望去一点水的影子都没有，只好重新返回沙滩，把目标放在那些烂木头上，将其砸开，揪出藏在里面的鼻涕虫。鼻涕虫不仅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而且还有些许水分。德爷二话不说就享用了起来，吃起来软糯香甜嫩滑爽口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极了，就更别提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几十倍。在返回营地的路上，德爷注意到两边的岩壁上有许多岩洞，下雨后说不定会存有一些淡水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德爷挑了个容易攀爬的位置，踩着岩架抠着裂缝徐徐攀升。
终于在半山腰位置找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坑，高兴的机长鼓励自己，接着用瓶子装了满满半瓶，随后满载而归返回营地。不过这种淡黄色的脏水还不能直接饮用，于是德爷计划做的过滤器把水净化一下。先把塑料瓶的底部切开，瓶口位置包块纱布，接着依次往里面倒入沙子和木炭，如此一个简单又实用的过滤器就搞定了。再把这些过滤后的水煮个2分半钟，一口滚烫的凉白开下肚，身上的疲惫感顿时烟消云散。眼下求生4要素都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可以专注于提升生活品质了。于是隔天一早，德爷就准备了10几个瓶子，将其从中间一分为2，把瓶口部分倒扣进瓶子里，就成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捕鱼器。把它们放在小鱼出没的水域里。返回营地的途中，德爷看到有条乌翅真鲨从旁边游过，这把他看得哈喇子直流。这要是能抓到一条，接下来的几天都不用为食物发愁了。于是德爷返回营地后，就立马做起了准备工作，用竹片加工了一个双刺钩，原理是当鱼儿吞下后，鱼钩就会在胃里撑开，从而勾住内脏无法逃脱。又到岸边捡了一个海螺，将其砸开充当诱饵，在那条乌翅真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3处鱼线。而为了增加成功率，德爷还用渔网将峡湾出口堵住。可有时候往往期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德爷检查了好几次都没有收获，直到第10天，鱼线和渔网还是没有抓到任何东西。好在塑料瓶里抓到了一条成年的小鲫鱼。为了搭配这来之不易的蛋白质，德爷想再找几样食材做锅靓汤。来之前他就听说这里的燕窝远近闻名，正好看到岩壁上有个洞穴，于是他想爬进去碰碰运气。说罢便扛着摄影机往里爬，四处打量一番，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一个。赶忙返回营地，把那条鱼和燕窝扔进铁锅里一块熬煮。没一会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燕窝减脂汤就新鲜出炉了。燕窝吃进嘴里 Q 弹爽滑，入口即化，口感有点像面条。再喝上一口鲜美无比的热汤，德爷只觉源源不断的能量注入身体。吃饱喝足后，坐在沙滩上欣赏美景，接他回家的小船也如约而至。到此，本期挑战就圆满结束了。